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温婉嫁入沈家的第5年，她觉得自己活成了一个影子。沈家是这座城市里有头有脸的豪门，沈氏集团的产业遍布地产和金融。她的丈夫沈卓然是沈氏集团名义上的总裁，也是沈家唯一的继承人。可他从小就有心脏病，身体弱得像一棵风中的芦苇，大部分时间都只能在家里那间阳光充足的卧室里静养。温婉出身于一个普通的书香门第，父母都是大学老师。当年是沈卓然在一次画展上对她一见钟情，然后不顾自己母亲和整个家族的强烈反对，执意娶了她。这份执意让温婉感动，也让她从踏入沈家大门的第一天起，就成了婆婆周佩琴和小姑子沈思琪的眼中钉、肉中刺。这5年里，温婉在这个富丽堂皇的像宫殿一样的家里，活得连个领工资的保姆都不如。婆婆周佩琴，一个保养得宜、眼神刻薄的豪门老太太，每天最大的乐趣就是变着花样的挑剔她。她会用筷子尖夹起一片菜叶，放在鼻子底下闻了闻，然后嫌弃地扔在桌上，说：“一股子小家子气，我们家阿然吃这种没有水的东西，身体怎么能好？”她会指着温婉身上那件其实价格不菲的衣服，当着来访的阔太太们的面，阴阳怪气地说：“婉儿啊，你也是沈家的儿媳了，怎么还穿这种上不了台面的地摊货？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沈家亏待了你。”她说的最多的就是嫌温婉肚子不争气，5年了，连个蛋都下不出来。小姑子沈思琪，一个被全家宠坏了的28岁还一事无成的豪门大小姐，更是把欺负温婉当成了日常消遣。她会指使温婉在半夜开车去几10公里外的城区，只为给她买一份她突然想吃的网红宵夜。她会当着自己那帮狐朋狗友的面，指着温婉，像介绍一件物品一样说：“喏，这就是我那个冲喜嫁进来的嫂子，长得还行吧？可惜啊，出身不行，飞上枝头也变不了凤凰。”面对这一切，温婉都选择了忍受，因为她的丈夫沈卓然是这个冰冷家里她唯一的温暖。她会在母亲和妹妹刁难她之后，悄悄溜进她的房间，从背后抱着她，跟她说：“对不起，又让你受委屈了。”她会偷偷给她买她喜欢的书和画册。她身体稍微好一点的时候，会陪她在花园里散步。她总是对她说：“婉儿，再忍一忍，等我把二叔那边的势力彻底压下去，等我把公司完全掌握在手里，我们就搬出去住。到时候，我一定让你过上好日子，一切有我。”温婉为了不让本就身体不好的丈夫再为自己操心，她收起了自己所有的锋芒和委屈。她本是国内顶尖商学院毕业的高材生，有着惊人的商业头脑和果决的判断力，可为了这个家，她甘愿折断自己的翅膀，扮演一个温顺、听话的、逆来顺受的好儿媳。可她的忍让没有换来安宁。3个月前，沈卓然在一次和二叔沈宏远为了公司事务发生激烈争吵后，心脏病突发，被送进医院，抢救无效，去世了。沈卓然的离世像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雪，把温婉世界里最后一丝温暖也吹熄了。她彻底失去了一切庇护，变成了一座漂浮在豪门汪洋里的无依无靠的孤岛。而婆婆周佩琴和小姑子沈思琪，这2只早就对她虎视眈眈的鲨鱼，终于可以毫无顾忌地向她亮出最锋利的牙齿。暴风雨在婆婆周佩琴的60大寿宴上如期而至，
寿宴的地点定在沈家旗下最豪华的市中心的5星级君悦酒店。宴会厅里水晶吊灯璀璨，宾客云集，来的都是本市商界和政界有头有脸的人物。丈夫沈卓然尸骨未寒，温婉本不想参加这种热闹喧嚣的场合，她只想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待在家里，守着丈夫的遗像。可是婆婆周佩琴亲自打来电话，用一种不容置喙的命令语气说：“你记住，不管卓然在不在，你一天是沈家的儿媳，就得尽一天儿媳的本分。今晚的寿宴，你必须出席，不然就是不把我这个长辈放在眼里。”温婉知道这是一场鸿门宴，她逃不掉。晚上，她换上了一件早就准备好的，由沈卓然生前亲自为她挑选的黑色丝绒长裙，化了个淡妆，准时出现在了宴会厅。一进门，她就感受到了那种无处不在的冰冷的恶意。婆婆和小姑子像商量好了一样，开始当着所有宾客的面对她进行一场精心设计的公开的羞辱。宴席的座位安排是有讲究的，可温婉发现她的席位被安排在了离主桌最远的靠近上菜通道的一个角落里。那一桌坐着的都是沈家一些八竿子打不着的远房亲戚，甚至还有几个是沈家的司机和管家。这无声的安排像一个响亮的耳光，打在温婉的脸上，告诉所有人她在这个家里的地位连个下人都不如。宴席开始后，到了宾客轮流向主桌敬酒的环节。温婉端着酒杯，硬着头皮走到了婆婆周佩琴的面前。她刚说了一句：“妈，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周佩琴就像是没拿稳酒杯一样，手一抖，满满一杯红酒不偏不倚，正好洒在了温婉胸前那片昂贵的黑色丝绒上。然后周佩琴故作惊讶地哎呀了一声，拿出餐巾纸假惺惺地在她胸口擦了2下，嘴里却说着最尖酸刻薄的话：“哎呀，真是对不住啊，婉儿，瞧我这手老了，不中用了。不过还好，你这衣服料子这么差，看着也穿不了几次，撒了就撒了吧，估计也洗不干净了。”她的话引来了同桌那些阔太太们一阵心照不宣的压抑着的哄笑。温婉攥紧了拳头，指甲深深地陷进了肉里。她什么也没说，只是默默地退了下去。可她的忍让并没有换来对方的收敛，反而让他们觉得她软弱可欺，可以更加变本加厉。小姑子沈思琪端着一杯颜色更深的红酒，扭着腰，像一只骄傲的孔雀，走到了温婉的面前。她居高临下地看着温婉，嘴角挂着一丝残忍的、恶毒的微笑。她凑到温婉耳边，用只有2个人能听到的声音说：“嫂子，我哥死了，你是不是心里特别开心啊？终于不用再守活寡了，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拿着我们沈家的钱出去找小白脸了。”这些话像淬了毒的针，狠狠地扎进了温婉的心里。她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身体也开始微微发抖。她的沉默在沈思琪看来就是默认，就是心虚。沈思琪的胆子更大了，她退后一步，提高了声调，让周围几桌的人都能听见。然后她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震惊的举动。她举起手里的酒杯，将那满满一杯冰冷的猩红色的液体从头到脚的狠狠地泼在了温婉的脸上和身上。我们沈家不养闲人，更不养你这种克夫的扫把星，你给我滚！现在立刻从我们家滚出去！他用近乎尖叫的声音喊道。整个宴会厅瞬间安静了下来，所有的音乐都停了，所有人的目光
都像聚光灯一样，齐刷刷地聚焦在了那个浑身湿透、狼狈不堪的温婉身上。红色的酒液顺着她的头发、她的脸颊，她那件昂贵的礼服滴滴答答地落在地上，像血一样。温婉没有像他们预想的那样哭泣，也没有像泼妇一样歇斯底里的反击，她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任凭那些冰冷的、带着羞辱意味的液体顺着她的头发滴落。她缓缓地抬起手，从桌上拿起一张干净的餐巾，极其平静地一点一点地擦干了脸上的酒渍，然后她抬起头，用一种前所未有的冰冷到极点的眼神扫了一眼她那目瞪口呆的婆婆和一脸得意的小姑子，那眼神像一把最锋利的冰刀，让他们俩没来由的感到一阵从心底升起的寒意。她一言不发，转过身，在所有宾客或同情、或嘲笑、或幸灾乐祸的注视下，挺直了她那湿透了的却依旧优雅的背脊，一步一步地走出了这个让她受尽屈辱的宴会厅。温婉像个没有灵魂的木偶一样，回到了那个早已没有丈夫的冰冷空旷的家中。她脱下那件湿透了的、散发着酒气的礼服，把它扔进了垃圾桶，然后她走进浴室，打开花洒，任凭滚烫的热水冲刷着自己的身体，仿佛想把这5年里所受的所有屈辱和肮脏都冲洗干净。她擦干身体，从衣柜里拿出了自己那个小小的行李箱。她开始收拾东西。她没有拿沈家为她添置的任何一件名牌衣服和珠宝首饰，她只带走了几件自己大学时穿的旧衣服，几本她最喜欢的书，还有一张她和沈卓然在香樟树下的合影。她准备天一亮就彻底地离开这个让她伤透了心的城市，去一个谁也不认识她的地方，重新开始。就在她拉上行李箱拉链的那一刻，门铃突然响了。这么晚了，会是谁？婆婆和小姑子派来赶她走的人吗？温婉的心沉了下去，她犹豫了很久，还是走过去打开了门。门口站着的不是她预想中的恶人，而来人是丈夫沈卓然生前最信任的，也是他唯一的朋友顾律师。顾律师穿着一身黑色的西装，表情严肃，手里提着一个黑色的公文包。他对温婉点了点头，沉声说：“沈太太，我知道现在打扰您很不合时宜，但是我是遵照卓然生前的嘱托，必须在今天这个时间点来见您。”温婉把他让进了屋。顾律师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个用密码锁着的平板电脑，他对温婉说：“沈太太，卓然生前就知道他走后您一定会受尽委屈，他走得很不放心，所以他为您留下了最后的安排。这份加密的电子遗嘱就是他留给您的武器。”顾律师告诉他，这份遗嘱是沈卓然在最后一次住院时瞒着所有人单独设立的。他的解锁方式不是密码，而是温婉本人的指纹。温婉看着那个冰冷的平板电脑，眼泪再也忍不住汹涌而出。那个最爱她的男人，即使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却依然在用他最后的力量保护着她。她颤抖着伸出手，将自己的右手拇指按在了平板电脑的指纹解锁器上。滴的一声轻响，屏幕亮了，一份复杂的长达数十页的股权转让协议和一封沈卓然的亲笔信出现在了屏幕上。信的开头是沈卓然那熟悉的温柔的笔记：“婉儿，我的爱人，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请不要悲伤，原谅我的不辞而别，也原谅我让你独自面对这一切。这5年委屈你了。”信中，沈卓然对他充满了无尽的愧疚和爱意。他告诉他，
他早已通过一系列复杂的在海外注册的信托基金和法律操作，将自己名下持有的占沈氏集团30%的核心股份，以一种遗产赠与的方式，不可撤销地全部秘密转到了温婉的名下。而这份协议的最终生效时间被他设定在了他母亲周佩琴60大寿的第2天，他就是要在他家人把他逼到绝境的时候，给他送上这份最强大的反击武器。但更让温婉震惊的，不是这笔足以让他成为亿万富婆的股权。在亲笔信的最后，沈卓然留下了一个地址，本是环球金融中心地下3层039号私人保管库，和一串由他们2人纪念日组成的只有他们知道的密码。信的最后附上了一段话：婉儿，我知道你聪慧过人，你是我见过最出色的商学院学生，你只是为了我才甘愿收敛起所有的锋芒，变成一只温顺的兔子。现在我不在了，你无需再忍，去这个地方，打开保险箱，里面有我留给你的投名状，用它去拿回本该属于我们的一切。温婉看到后震惊了，她顺着信上的地址，在第2天一早就找到了那家安保极其严密的银行私人保管库。当他用那串熟悉的密码打开那个沉重的冰冷的保险箱时，他的呼吸都停滞了。保险箱里没有他想象中的金银珠宝，也没有成捆的现金，只有一个摞得整整齐齐的厚厚的用牛皮纸袋密封好的文件袋。他颤抖着双手打开了最上面的第1个文件袋，看清楚里面的东西后，他的瞳孔猛地收缩。文件袋里掉出来的不是文件，而是一叠照片和一支录音笔。照片上是他那位一直表现得道貌岸然、野心勃勃的二叔沈宏远，正在一个隐蔽的茶楼里和沈氏集团最大的竞争对手宏达集团的董事长相谈甚欢，亲密的握手。而那支录音笔里清清楚楚地记录着沈宏远是如何一步步地向对方出卖沈氏集团下个季度的竞标底价和核心客户资料的。这是赤裸裸的，足以让他锒铛入狱的商业背叛。温婉瞬间明白，丈夫留给她的不只是那30%的股权，不只是那数以亿计的财富，他留给她的是一把足以将他所有敌人一击致命的最锋利、最致命的剑。在银行那冰冷的、私密的保管室里，温婉呆坐了整整1个上午。她把那个保险箱里所有的文件袋都一一打开了，里面的东西让她越来越心惊。有二叔沈宏远挪用公款在海外购置豪宅的证据，有他和他那个蛇蝎心肠的情妇的亲密照片，甚至还有几个集团内部高管收受贿赂以次充好的贪腐证据。她这才明白，她的丈夫沈卓然，那个在她面前永远温柔体弱的男人，在背后其实一直都在用他自己的方式不动声色地战斗着。他不是不知道家里的那些龌龊和阴谋，他只是在等待一个时机，或者说他是在为他铺平一条未来的路。巨大的悲痛过后，是滔天的恨意和一种前所未有的冷静到可怕的斗志。温婉擦干眼泪，她知道自己不能再哭了，懦弱和忍让只会让她被那些豺狼虎豹吞得骨头渣子都不剩。她要反击，不仅仅是为了丈夫的遗愿，更是为了她自己，为了这5年里她所受的所有屈辱，讨回一个公道。接下来的半个月，温婉像是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一样，她没有回沈家，也没有再和周佩琴、沈思琪有任何联系。她利用丈夫留下的那笔她从未动用过的资金，
和顾律师一起开始了他周密的布局。他首先通过顾律师，以一个海外投资机构的白手套身份，在二级市场上悄无声息地吸纳着沈氏集团那些零散的股份。然后他秘密地约见了几位在集团内部德高望重，并且一直忠于沈卓然和他父亲那一脉的老臣子、老股东。他向他们出示了沈卓然留下的经过公证的股权转让协议，证明了自己第一大股东的身份。他没有立刻抛出那些黑料，他只是暗示性地告诉他们，自己手中掌握着一些足以影响集团未来走向的重要信息。他用自己的冷静、智慧和对集团未来发展的清晰规划，成功地赢得了这几位元老级人物的初步信任和支持。就在他紧锣密鼓的布局时，一封烫金的请柬送到了他临时租住的公寓里，是沈氏集团1年1度的股东大会暨企业年会的邀请函。温婉知道决战的时刻到了，按照惯例，这次的年会是决定集团未来1年战略方向和最重大人事变动的最重要会议。沈卓然去世后，董事长的位置一直悬而未决，所有人都心知肚明。他的二叔沈宏远已经和他的婆婆周佩琴达成了协议，准备在这次年会上名正言顺地接任董事长的位置。温婉看着那份请柬，嘴角露出了一丝冰冷的笑意。他知道，在沈宏远和周佩琴看来，他这个手无寸铁的遗孀不过是砧板上的一块肉。他们邀请他，只是为了在所有股东面前演绎出合法的剥夺他作为沈家家属所有权益的戏码，让他彻底净身出户。在年会召开的前一天，温婉主动给婆婆周佩琴打了一个电话。电话一接通，温婉的声音里就充满了怯懦、无助和压抑的哭腔。她哭着对周佩琴说：“妈，我错了，前几天在寿宴上是我不懂事，惹您和思琪生气了，求求您看在卓然的面子上，不要赶我走。我不想离开沈家，我以后什么都听您的，您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哪怕是当个佣人，我也愿意。”这番声泪俱下的忏悔表演，让电话那头的周佩琴和旁听的沈思琪彻底放下了最后一丝戒心。他们俩得意地对视了一眼，觉得温婉这个没用的女人终于被他们彻底击垮了，再也翻不起任何风浪。周佩琴在电话里假惺惺地安抚了他几句，就挂断了电话。挂掉电话的温婉脸上的泪痕还未干，眼神却已经变得像西伯利亚的冰原一样寒冷而坚定。沈氏集团的年度股东大会在集团总部顶楼的国际会议中心准时召开。会场庄严肃穆，长长的会议桌两旁坐满了集团的各位股东和最高层的管理人员，每个人都西装革履，表情严肃。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金钱和权力交织的紧张的味道。温婉穿着一身最朴素的，甚至有些过时的黑色套装，素面朝天，头发也只是简单的在脑后扎成一个马尾。她低着头，像个做错了事的孩子，悄无声息地走进来，坐在了会场最角落的一个几乎是留给会议记录员的位置上。沈思琪看到了他，特意端着一杯咖啡，扭着腰走到他身边。他弯下腰，用涂着鲜红指甲油的手指轻轻拍了拍温婉的肩膀，在他耳边用幸灾乐祸的语气轻蔑地说道：“哟，嫂子还真有脸来啊，心理素质不错嘛。不过没关系，待会儿有好戏给你看哦，保证比我妈寿宴上那出还精彩。”说完，他咯咯地笑着，像一只得意的狐狸，走回了自己的座位。
上午9点整，会议准时开始，主持人走上台，宣布股东大会正式召开。可奇怪的是，象征着集团最高权力的位于会议桌正中央的那个董事长的席位一直都空着。所有人都心知肚明，沈卓然去世后，这个位置一直悬而未决。今天本该是由集团现在的实际掌权者副总裁沈宏远顺理成章地接任。沈宏远整理了一下自己的领带，清了清嗓子，脸上带着志得意满的微笑，正准备站起身发表他那篇准备了很久的慷慨激昂的就职演说。就在这时，会议厅那2扇厚重的雕花的木门突然被人从外面推开了。只见丈夫生前最信任的顾律师带着他的一整个律师团队，人手捧着一摞厚厚的文件，表情严肃地走了进来。顾律师没有理会任何人惊讶的目光，他径直走上了主席台，对着话筒用一种冷静而又极具穿透力的、不容置疑的声音宣布道：“各位股东，各位董事，早上好！在本次股东大会正式开始之前，我受我的当事人沈氏集团已故总裁沈卓然先生的合法妻子温婉女士的委托，在此宣布一项重大的股权变更事宜。根据沈卓然先生生前所订立的，并经过瑞士联合银行公证的、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合法遗嘱，我宣布，沈卓然先生个人名下所持有的全部沈氏集团30%的记名股份，已于上个月，也就是周佩琪女士60大寿的次日0点，自动转移至其合法妻子温婉女士的名下，加上温婉女士婚前已持有的由沈卓然先生个人赠予的5%的股份。温婉女士目前共计持有本集团35%的股份，是沈氏集团无可争议的绝对控股的第一大股东。根据集团创立时的章程，第一大股东自动获得董事长席位的最终提名资格。此言一出，全场哗然，所有人的目光都像被遥控的聚光灯一样，瞬间从主席台上齐刷刷地射向了那个一直被他们忽视的坐在角落里的穿着朴素的温婉身上。婆婆周佩琴和女儿沈思琪的脸瞬间变得惨白，像见了鬼一样。二叔沈宏远更是像被一道晴天霹雳当头劈中，他猛地拍着桌子站了起来，那张保养得宜的脸因为愤怒和震惊而扭曲变形。他指着顾律师怒吼道：“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这是伪造的！我大哥的遗嘱我亲自看过，他怎么可能把股份给一个外人？你这是欺诈！”顾律师看着他，嘴角勾起一丝冰冷的嘲讽的微笑。他没有跟沈宏远争辩，只是对身边的助理点了点头。助理按下了身后那块巨大的 LED 显示屏的播放按钮，屏幕亮起，开始播放一段经过剪辑的视频。温婉看到后震惊了，她也完全没想到丈夫留下的那个保险箱里竟然还有这样一段视频。她本以为里面只有二叔沈宏远的那些黑料，视频的画面是在沈卓然病重期间的病房里，画面中是她的婆婆周佩琴和二叔沈宏远的一段秘密谈话。他们以为病床上的沈卓然已经昏迷，听不到任何声音，只听见沈宏远压低声音说：“妈，卓然这身体，我看是撑不了多久了。等他一走，他名下那些股份，我们必须第一时间弄到手。那个姓温的女人，1分钱都不能让她拿到。到时候您就出面说她克夫，八字不详，找个理由把她从沈家赶出去。”周佩琴的声音也同样阴冷。
你放心，这事我早就想好了。等卓然的头七一过，我就让她净身出户。一个没家世、没背景的孤女，还想赖在我们沈家，做梦！到时候整个沈氏集团就都是我们母子的了。视频播放到这里，已经让在场的所有股东都倒吸了一口冷气。视频还没有结束，画面一转，是另一段，拍摄的地点依旧是沈卓然的病房，时间是他心脏病突发、生命垂危的那个晚上。隐藏在角落里的摄像头清晰地记录下了当时发生的一切。画面中，沈卓然躺在病床上，痛苦地挣扎着，呼吸困难，手在空中无力地挥舞，似乎想去按床头的紧急呼叫铃。就在这时，病房的门被推开了，闻讯赶来的周佩琴和沈宏远走了进来。他们看到了病床上正在垂死挣扎的沈卓然，却没有一个人上前去施救，没有一个人去按那个近在咫尺的呼叫铃。他们只是冷漠地像看戏一样的站在床边，静静地看着他，看着他在痛苦中慢慢地停止了呼吸，直到他那只伸向空中的手无力地垂下。然后他们才像突然反应过来一样，装作悲痛欲绝的样子，冲出病房，大声地呼喊着医生。这已经不是简单的财产纷争了，这是赤裸裸的、间接的谋杀。视频播放完毕，整个会场陷入了一片死一般的、令人窒息的寂静。所有股东和高管都用一种混杂着恐惧、愤怒和鄙夷的眼神看着那对已经完全呆住了的母子。周佩琴浑身抖得像秋风里的落叶，她指着屏幕，嘴唇哆嗦着，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最终，她两眼一翻，像一滩烂泥一样瘫软在了那张昂贵的真皮椅子上，嘴唇发紫，眼看就要不行了。沈宏远则面如死灰，冷汗浸透了他那件昂贵的衬衫。他知道自己完了，不是败给了温婉这个他从没放在眼里的女人，而是败给了他那个看似病弱，实则算无一策的大哥。他大哥在死后还给他布下了这样一个天罗地网。就在这片死寂之中，温婉站了起来，她从容地脱掉了身上那件象征着忍让和伪装的朴素的黑色外套，露出了里面那件剪裁极其得体，将她的气质衬托得无比干练强大的白色真丝衬衫。她不再是那个唯唯诺诺、逆来顺受的受气包儿媳，她的眼神变得锐利、冷静，充满了不容置疑的力量。她迈开脚步，从那个最偏僻的角落里，一步一步的，在所有人的注视下，从容不迫的走上了那个象征着沈氏集团最高权力的主席台。他每走一步，都像是踩在了沈家母子那脆弱的神经上。当他走到台下那张坐着沈思琪的桌子旁时，沈思琪看着这个气场全开、判若两人的嫂子，吓得手里的咖啡杯哐当一声掉在了地上，摔得粉碎。温婉走上主席台，从顾律师手里接过了那个代表着权力的话筒。他的声音不大，但通过音响清晰地传遍了会场的每一个角落。各位股东，各位同事，大家好。他先是向台下深深地鞠了一躬。过去5年，我的身份是沈家的儿媳，是沈卓然的妻子。从今天起，我的身份是沈氏集团的董事长。他抬起头，目光像一把锋利的剑，直直地射向台下的沈宏远。我作为沈氏集团新任董事长，现在宣布第一项决议，即刻免去沈宏远在集团内的一切职务，并且我将以集团和最大股东的双重名义责成法务部，即刻启动对沈宏远先生在任职期间涉嫌商业贿赂、
职务侵占以及故意伤害罪的全部调查和诉讼程序。然后，他的目光又转向了那个已经半昏厥过去的婆婆周佩琴。第二项决议：我作为沈卓然先生全部财产的唯一合法继承人，将即刻收回位于西郊玫瑰园的那栋沈家老宅的全部所有权。现在，我请某些与沈家产业与我丈夫没有任何法律关系的无关人员，在24小时之内搬离那栋房子。他最后看了一眼那个已经瘫倒在地上、大小便失禁、被吓得浑身抽搐的小姑子沈思琪，补上了最后一刀。哦，对了，也包括那些靠着寄生在沈家这棵大树上才能在分公司里混个闲职、作威作福的所谓的亲戚们。沈思琪听到这里，两眼一黑，当场就吓得彻底昏死了过去。他和他的母亲在一夜之间，从养尊处优、挥金如土的豪门贵妇，变成了一无所有的、比乞丐还不如的丧家之犬。温婉的登基，像一场剧烈的地震，彻底撼动了整个沈氏集团。在股东大会结束后的第二天，他就展现出了他那毕业于顶尖商学院的惊人天赋和铁血手腕。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以董事长办公室的名义，下达了一系列措辞严厉的人事任免通知。他以雷霆万钧之势，清洗了集团内部所有属于二叔沈宏远派系的，在其任职期间安插进来的蛀虫和庸才。那些平日里只知道溜须拍马、拉帮结派，却毫无实际能力的高管，被他毫不留情地全部开除。其中就包括在沈氏集团旗下一家子公司里挂着副总监闲职，只会开着豪车耀武扬威的沈思琪的丈夫。他做的第二件事，就是重拾专业。他利用自己对全球经济形势和金融市场的敏锐嗅觉，对沈氏集团那庞大而臃肿的产业结构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他毫不犹豫地砍掉了那些常年不盈利、只是靠着关系和输血维持着的落后项目，将所有的资金和资源全部都集中到了集团最核心的地产业务和几个他看好的、极具潜力的新兴科技产业上。他做的第三件事，就是赢得人心。他把像顾律师这样一批有能力、有干劲，并且对沈卓然忠心耿耿的年轻骨干，全部提拔到了公司的核心管理层，并且他力排众议，推出了沈氏集团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极其优厚的员工股权激励计划。他把集团的利润拿出了相当大的一部分，分给了那些真正在一线为公司创造价值的普通员工。他用最直接的方式，将所有员工的个人利益和公司的未来发展紧紧地捆绑在了一起。这一系列的雷霆手段，让整个死气沉沉的沈氏集团在短短几个月内就重新焕发出了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公司的股价在经历了短暂的震荡后不降反升，一路高歌猛进，屡创新高。集团里所有的人，从高管到基层的清洁工，都对这位新上任的美丽、智慧而又强大的女董事长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敬畏和钦佩。他们不再把她当成那个靠着男人上位的寡妇，而是把她当成一个真正的能带领他们开疆拓土的女王。1年后，是沈卓然的忌日。温婉没有像其他人一样去墓地献花。那一天，他推掉了所有的会议和应酬，自己一个人开着车回到了他和沈卓然相遇的那所大学。他坐在那棵巨大的、见证了他们爱情开始的香樟树下，像很多很多年前
她还是个不谙世事的女学生时一样。微风拂过，树叶沙沙作响。她从包里拿出手机，输入了一串极其复杂的密码，打开了一个被她加密了无数次的视频文件。那是沈卓然在生前最后一次住院时，瞒着所有人，偷偷用手机录给他的一段话。视频里，沈卓然穿着一身蓝白条纹的病号服，脸色苍白，身体虚弱，但他看着镜头的眼睛里却充满了温柔的、能融化一切的笑意。他说：“婉儿，我的爱人，当你看到这段视频的时候，我可能已经不在你身边了。对不起，这5年让你受了那么多委屈。我知道你很聪明，也很有能力，你只是为了我，才把所有的光芒都收了起来，甘愿做一只温顺的小兔子。现在我不在了，你无需再忍。我把沈家，把我们的未来都交给你了。但我希望你记住，我给你留下这一切，不是为了让你去报仇，不是为了让你被仇恨困住你的人生，我只是想让你能挣脱那个牢笼，能找回真正的自己，去过你自己想要的生活吧，去成为那个本该光芒万丈的你，那才是我最想看到的样子。婉儿，我爱你，永远。”温婉看着视频里丈夫那张熟悉的、温柔的笑脸，眼泪终于无声地大颗大颗地滑落。但这一次，她的泪水里没有了痛苦和恨意，只有释然和无尽的思念。她终于彻底明白了丈夫留给她这一切的真正用意。他不是要她成为一个复仇的女神，他是要她成为一个自由的、强大的、真正为自己而活的女人。她毁掉了那些曾经伤害她的人的物质世界，但这只是她获得自由的必要手段，而不是她人生的最终目的。她最彻底的复仇，是活成了比任何人都精彩、都强大的自己。她关掉手机，抬起头，看着斑驳的阳光透过香樟树浓密的叶子洒在自己的身上。她站起身，理了理身上的长裙，向着阳光深处一步一步坚定地走去。她的身后是沈氏集团蒸蒸日上的商业传奇，她的面前是属于她温婉一个人的无限广阔的崭新的未来。这才是对那个深爱她的男人最好的告慰。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故事精彩吗？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